俄罗斯又要头疼了，现在不仅要担忧乌克兰问题，另一侧的日本也开始蠢蠢欲动。据俄媒7月28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新版防卫白皮书，增加了7个重点领域的防卫支出，说是谋求根本性的增强防卫力量。但懂的都懂，日本此举明显是在防俄罗斯和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尤其是近期俄方多次进行空中和海上舰队巡航，让日本感到了强烈不安。另一个原因是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增加防卫支出，说不定是对其有了新想法。本期火力军就和大家聊聊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看看日本在不断增加防卫预算、修改防卫政策的情况下，军力都有哪些突破性的发展。日本防卫白皮书增加的7个重点领域，分别为防区外防卫能力、联合防空反导能力、无人装备防卫能力、跨领域作战能力、指挥控制与情报能力、机动部署与保卫国民能力，以及持续性与强韧性。为此，日本将在未来5年内追加投入高达3222亿美元的资金。在这7大领域中，最受日本看重且进展速度最大的是防区外防卫能力。因为该能力能使日本自卫队在不受攻击的情况下应对敌方部队，大幅提升了日本主动进攻的能力。其具体是指日本研发的远程导弹。至于是哪一款导弹，很简单，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历来重视反舰导弹的研发，将其视为海岸防御支撑重点。与传统的岸炮相比，反舰导弹具有射程远、威力大、命中精度高等优点，可有效阻击敌方舰艇靠近日本海域。在有利条件下，甚至能控制和封锁海峡、航道以及河流入海口等重要枢纽。加上去年日本又首次展示了一张升级型的12式反舰导弹风洞模型照片，所以不难猜出，本次防区外防卫能力领域，日本将重点研发和生产增程版12式反舰导弹。12式反舰导弹是日本依靠欧美技术打造出的一款岸基反舰导弹发射系统，最大射程才200公里。日本政府在冲绳本岛部署该反舰导弹，用来封锁了如宫古海峡这样的狭窄水道。要说该导弹与其他导弹有什么不同之处，估计就是它在复合式制导方式中使用了地形匹配跟踪雷达。要知道，这种雷达一般只在远程对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上使用，是需要提前使用侦察卫星或其他手段测绘出导弹预定飞行路线的地形高度数据，并制成数字地图，储存在导弹制导系统中。在导弹发射后，实际测得的地形数据会与存储在导弹上的数字地图进行比较，方便修正导弹飞行路线，且不受天气影响。另外，12式反舰导弹还具有2大特点，一是浅纵深打击能力，导弹发射后在陆地飞行阶段，它的巡航高度仅有50米左右，可以利用地形掩护降低被发现和拦截的概率。二是导弹发射时的射程角度较大，地形适应能力强，必要时可从山后发起攻击，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总之，12式基本版虽然优势不少，但从它的基础参数来看，并不能算特别优秀，有些比不上 P800 搞玛瑙反舰导弹。P800 的发射重量为3吨，巡航飞行时能够保持 2.5 马赫的高速度，最大射程为300公里。在末端攻击阶段的时候，飞行高度可以降低到9至15米，各项参数都领先12式基本版。而12式基本版的各项参数顶多和美国的陆基鱼叉差不多，也就比乌克兰的海王星强上一些。但鱼叉和海王星一个产量大，一个造价便宜，有着12式比不了的优势和战绩，如陆基鱼叉发射重量690公斤，战斗部221公斤，半穿甲战斗部，最大射程约22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 0.9 马赫。配合主动雷达加卫星惯性复合制导，摧毁了俄黑海舰队1200吨级远洋拖船瓦西里贝克号。就像之前所说，日本研制12式导弹是为了守卫本国海岸线和狭长的国土。可近些年，由于北方四岛问题，让日本必须依靠强大的海军和对海武装才可以保护自己，不然一旦被封锁海上进出口，日本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因此便有了12式反舰导弹升级计划。
根据日本目前披露的信息显示，升级版124式反舰导弹是一款拥有隐身能力且能供多种不同作战平台使用的新式多用途远程亚音速反舰巡航导弹。所以它的升级计划主要围绕以下3项功能展开。首先是防区外打击能力。火力军所知道的导弹增程方法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原有设计不变的情况下把导弹放大，这样燃料体积增加，射程也会增加，类似于印度和朝鲜对弹道导弹的设计。二就是减小战斗部，增加燃料体积增加，这就减少了导弹威力和杀伤面积。三就是燃料不变，使用更新的大功率发动机，间接的实现导弹增程。当然，还有一种土法子，就是在导弹屁股上安装一台火箭发动机，类似于萨达姆的操作。大家觉得升级版的124式会选择哪一种呢？性能又如何呢？从公开资料看，升级后的124式反舰导弹使用了新一代发动机，并增大了折叠弹翼的尺寸，使得翼展面积增大，升力大幅提升。据说在燃料上也使用了新燃料，其最大射程从过去的200公里提高到了900公里，且未来计划达到1500公里的水平。其次是围绕对陆地攻击能力展开。升级版的124式反舰导弹摇身一变成了一款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它使用了类似美国 AGM-158 系列导弹的隐身气动外形，并可能喷涂了隐身涂料，从而使导弹本身具备了较好的低可探测性。其导弹正面的 RCS 可能在 0.01 到 0.1 平方米左右，能够有效降低被敌方防空反导装备发现、探测和拦截的概率，提高了导弹自身的突防能力。在其他方面，升级版124式反舰导弹同样具有射后不管的能力，不仅在其射程内能有效打击各类水面舰艇，也能对敌方的陆上目标进行攻击。因为该导弹继续沿用了复合制导体制以及喀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引导头，并继续使用半穿甲战斗部，且同样会配备能实现人载回路能力的弹载双向数据链。同时，升级版的124式反舰导弹还将拥有动态目标修正功能。此功能可以使导弹在飞行途中通过卫星通讯系统接受关于所需打击目标的最新信息，从而提高对目标的命中精度。此外，升级后的124式反舰导弹其复杂航路规划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最低绿海飞行高度有可能仅有5米左右，以实现更好的突防效能。至于在未来作战平台方面，就牵扯到了最后一项升级能力——多平台发射能力。124式反舰导弹除了提升陆基型号射程外，日本还积极谋求开发海基型号、空基型号以及潜射型号。陆基升级版未来依旧会使用多轴高机动卡车作为底盘的轮式发射车，舰载版将主要配备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战舰艇上，而空基版未来则可能配备给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SI 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1反潜巡逻机等固定翼战机上。至于最后的潜射型号，应该会搭载在苍龙级潜艇上，而其潜射型号的改装应该是其中最简单。从技术角度看，以124式反舰导弹为基础，发展潜射导弹并非难事。124式反舰导弹弹径350毫米，属于中型反舰导弹。若采用潜射搭载，可通过艇上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即便导弹需要适应性改装，仍可满足发射条件。总之，日本有意将124式反舰导弹打造成一款海陆空3军通用型导弹。今后等到升级版的124式反舰导弹批量装备在不同作战平台后，日本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以及航空自卫队的远程对陆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且也能更有效地在今后的岛屿攻防战中消灭假想对手的各类水面作战舰艇，尤其是北方四岛问题上将拥有更多主动的权利。如果说重点提升防区外防卫能力是为了增加日本自卫队的进攻能力，那么剩下6大领域的加强，就是为了从体制建设、应对尖端技术以及跨区域防卫作战3个方面，积极应对今后的混合战。按照2022版日本防卫白皮书的介绍，混合战是指在灰色地带式事态中，为了不发展成军事进攻而有意地将军事和非军事的多种手段结合起来的战斗。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混合战的大致流程是这样的：
通过网络攻击、舆论操纵等手段扰乱事发现场和政府的指挥管理，或通过在事发现场的多种干扰，阻止和削弱对方的应对行动，然后通过影响力操纵、舆论操纵等影响认识的手段，对政府的决策进行扰乱和拖延，最终影响作战，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保障的框架。受此影响，日本为了防止自己成为第二个克里米亚，多年以来都在大幅增加防卫支出。在此次防卫白皮书剩下的6大领域中，日本计划在未来5年投入216亿美元，加强联合防空反导能力。与无人机装备相关的投入也将从原来约7亿美元增长到70亿美元，达到过去5年的10倍。此外，日本在跨领域作战能力的相关投入也将从209亿美元增长到559亿美元。这一能力主要包括与太空、网络和电子战相关的各种能力。用于指挥、控制与情报能力的投入，则将从20.9亿美元增长到近70亿美元，其中更是包含了使用 AI 进行图像情报识别的技术。面对未来可能进行的混合战，日本正积极地筹备战力。日本加强的这6大领域对今后的混合战都有什么作用？首先，能建立起高效应对混合战的指挥体系。当前，日本虽然创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局，但并没有完善用于检测和实时应对混合威胁的指挥塔能力，导致在和美国等国联合作战方面并不顺畅。因此，建设能够集中最新相关信息，直接向相关省厅等发出指示的指挥组织，以及能够随时掌握情况的指挥中心，才能更高效地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混合战。其次，能有效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日本受俄乌战争无人机作战的启发，正在大力强化无人加 AI 的战力建设。日本去年年底出台的新版安保3文件，就是在谋求突破，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无人加 AI 等能改变战争规则的新技术。欲在日本的西南诸岛部署由空中、水下和海上等无人装备构建的作战体系，建立起智能、无缝且成本低廉的前方瞭望哨和岛链组网。今年1月份，日本又在新版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也表示，未来将使用无人机代替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攻击和侦察直升机。目前，日本运营着大约50架 AH-1 眼镜蛇和12架 AH-64D 阿帕奇，侦察直升机机队则由37架川崎 OH-1组成。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计划减少 P-1海上巡逻机的数量，转而使用无人机进行海面的广域巡逻。那替代的无人机是哪款呢？当前日本自卫队装备的无人机主要有 RQ-4 全球鹰和扫描鹰2款机型。RQ-4 与扫描鹰无人机都是日本从美国购买的无人机，这2款直升机目前只能用来执行巡逻、侦察等任务，并不具备察打一体能力。所以，日本考虑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机主要分为2种：一是巡飞弹，包括美国弹簧刀和以色列哈洛普巡飞弹；二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比如土耳其研制的 TB2。是不是有很多人好奇，日本都成功研制出大型运输机、反潜机、教练机和战斗机，可用于无人机的小型涡喷发动机也早已运用于反舰导弹。航空工业整体技术水平虽然无法与航空强国相提并论，但研制自杀式无人机或类似 TB2 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技术上是不成问题的。那日本为何要从国外引进产品呢？其实，在冷战时期，日本自卫队就已经研发了一些无人机，但主要用于部队训练用的无人靶机，整体上对无人机发展和应用不是很重视，因此发展比较慢。冷战结束后，随着无人机在战争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日本从1995年开始研发一款空射无人机，采用折叠机翼和降落伞回收，以 F-41G 作为母机，进行多次飞行实验，完成了无人机研制的一系列基础科目。日本在进入新世纪后，正式提出了 TACOM 无人机发展计划。按照计划，该无人机在2009年首飞，生产了4架样机，其中2架安装传感器，2架不装，主要用于测试飞行性能。从整体上看， TACOM 无人机是一款强调高速性和一定隐身性能的高速无人机验证机。日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积累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建立自己的无人机技术体系，为未来生产高性能无人机进行技术储备。现在看，
TACOM 无人机没有进行后续发展，其使命已经完成。而且 TACOM 验证无人机由于弹翼尺寸太小，不适合发展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强行将其发展为自杀式无人机，虽然可以，但成本太高，而且还需要不少研制及实验时间。因此，转向国外成熟型号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不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部队获得这种装备，还可以为国内军工业发展类似武器提供技术参考和时间。日本防卫费用连续多年增长，大规模扩军，引进攻击性武器，如改装航母、装备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等。今年防卫白皮书所公布的内容，更是将进一步提升日本的攻击性战力。虽然有防备俄罗斯的意图，但火力军觉得更多的是在为恢复正常军队打基础。好了，关于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大家有什么补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